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接下来的100天之内，你们会有一个怎样的蜕变？你们会变成怎样的人？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我觉得抽到的这个星币女皇啊，100天以后的你们是更沉得住气的一种感觉吧。它预示着某种外部危机的解除，并且得到了一个确定性的结果和答案，能够让你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放下来，事情终于尘埃落定的一种感觉吧。它是一种沉稳且笃定的状态。你们可能会通过这100天的练习，逐渐的培养起基于爱和信任的交流能力。并且拥有能够感受美好的事物的一种能力吧。因为星币这张牌，我觉得，你们他是会拥有一种感受美好的能力，并且能够表达出自己的这种感受，也可以把喜悦传递给他人。它是一种更加自洽的状态啊。星币女皇其实我看到的是一种稳定带来的秩序感啊。所以说第二张牌正义牌的话，我觉得你们正义的话呢，可能是会变得更加的正直吧，有一点嫉恶如仇的感觉，或者说可能，会为自己主持公道，去夺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这种感觉，而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可能是你们之前在一些事情上面受到了委屈，所以说你们一直都在压抑着自己，在这100天里边。你们会有一个去执行自己的正义，会做出一些行动，讨回公道，而且还会培养起一种不威自怒的气质吧，就是让讨厌的人会被你们的气势所震慑，从而被动的远离这些人啊。权杖王后呢，我觉得权杖王后她其实是你们现在做出的一个计划。或者说是一个目标，你们在100天以后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其实权杖王后它代表的是在生活当中做出明确的规划，并且执行自己计划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接下来的100天里边，你们是有着非常明确的方向的。因为当你们许下了一个愿望的时候，这个愿望就像是一颗种子一样。我觉得这组牌的你们其实是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的，这种渴望就是不甘于平庸的一生，想要做出改变。所以权杖女皇她其实是有一个大胆展示自我和个性的这么一个蜕变的过程，甚至你们可能有一点之前都不敢说出自己的愿望，缺少勇气，但是在这100天里边，你们会逐渐的变得勇敢且自信啊。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于你们会种下愿望的种子，然后在你们的心里生根发芽。你们要相信啊，上天本来他就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所以说，如果你们爱着什么东西，渴望着什么东西，那么你们就去爱，就去追逐。只要你们有强大的愿望，你们就是不可战胜的。女祭司呢，其实这张牌我看到的是一种生命力啊，但这个生命力呢，它是一种非常安静的生命力，它是一颗冷静而理性的头脑，它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相信事在人为的价值体系啊，所以我觉得100天以后的你们情绪是会更稳定的，或者说我觉得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会变得更加的深刻。你们经过了深度的思考之后，似乎找到了某种客观的规律，明确了事物发展的阶段。其实我觉得你们自身是有一种胸有成竹的智慧的，有一种能够掌控大局的能力啊。我觉得这种生命力它是一种非常内敛且安静的生命力啊！你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们的判断力、你们的认知能力，包括你们的吸引力，在这100天里边，你们会通过不断的总结反思，去升华那些经验和感受，让自己蜕变成一个全新的自我。所以说这个圣杯4呢，我觉得100天以后的你们是会得到某种美好的，或者说发现生命的某种本质吧。它象征的是一种由内而外产生的喜悦。我觉得这个圣杯4的话，可能是你们会把某件事情做到极致、做到完美之后带来的一种成功的喜悦。它会
让你们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或者说你们会收到一些能够给你们力量的这样的一些能够给到你们力量和支持的，能够给到你们鼓励的这样的一些话语吧，能够让你们更加坚固，更加拥有一种坚固的自我认同感和自我配得感吧。而且呢，圣杯4的话，它可能也代表的是100天以后的你们会收获到一个表白。星星牌，我觉得100天你们要做减法，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且要把消耗你们的人和事主动的剔除出去，留下那些持续滋养你们的东西啊。它是有一种清理自己生活的感觉，并且会回归到自己的内心，重新找到一种内心的安静和宁定安定的这种感觉吧。这种内心的安定，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就是当你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价值、深度的自我认同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在这100天里边，你们就会重新的去整理自己的内心，它是一个持续变好的过程啊。可能这100天里边，你们原先设立的那个目标本身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你们在这种持续变好的过程里边，能够让你们是能够感受到自己是不断的在进步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们的焦虑自然就会消解掉，因为你们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往前走。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你们会回归到生命的本质里边啊，不要为了焦虑而焦虑，要为了喜悦而更喜悦，要为了你们生命里边的这种自在舒展和喜悦去服务，去准备，去花时间。所以说这个星币2呢，我觉得100天以后的你们应该是会重启某个计划的，把某个计划重新提上日程的感觉啊，似乎会踏上一个全新的旅程，可能还会有一个告别啊，一个人踏上未知的旅程。但是对于你们的这个生命的个体来说，这将会是一次伟大的冒险。你们会通过这一次的告别，通过这一次的勇敢的决定，改写你们命运的剧本啊。所以说这个 blossom， 还有就是我们抽到了一张太阳牌啊，绽放，在阳光下绽放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你们会找到一种方式去完整的表达自己，展示自己，会活在阳光下，活在坦荡、真诚和不羞愧当中。你们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太阳吧，不仅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滋养别人，温暖别人。Sleep 这张牌呢，我觉得100天以后的你们其实会显化出非常良好的睡眠吧。你们可能会把生活当中的更多时间分配给睡眠，这个时候你们会感到一种力量从你们的身体当中喷涌而出啊，它是你们的睡眠带给你们的。睡眠能够带给你们一种内在的宁静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保持一种从容和松弛，这意味的是你们会回归到一种平静的睡眠当中，这能够帮助你们缓解生命的辛劳啊。睡眠的就是这意味着是睡眠的某种障碍会被解除，你们会恢复一个更有规律的作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女皇，我觉得100天以后的你们是发着光的，会站在舞台的中心闪闪发光的感觉，或者说你们会找到那一束为你们而来的光。这种发光的状态呢，其实是你们会找到自己真正所热爱的事情，找到你们的渴望。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自身的价值终于被发掘，开始发光，会站在聚光灯下闪耀，成为某件事情的主角，并且开始贡献自己的价值。权杖女皇，我觉得100天以后的你们，其实它是有一个自我实现的含义在里边的，就是找到了能够激发你们生命力的事情，并且持续专注的去做它。你们不用担心自己的才华会被埋没，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变得暗淡，会沉沦，因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权杖1呢，我觉得就是你们会被一个一闪而过的想法和念头点亮你们的人生吧。当然权杖的话，我觉得这种点亮可能虽然它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会显化出来吧，并且可能你们能够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来到一个新的舞台上啊。这张牌我感受到的是，你们接下来的100天其实是会峰回路转的啊，混沌的杂质会被沉淀下来，你们未来的路径会变得逐渐清晰起来。逆位的宝剑9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如释重负吧，就是100天之内你们会卸下身上的某种重担，它是一个先
破后立的过程啊，会有一个崩塌啊，会有一个崩溃。但是随着这种崩塌和崩溃，你们也会清空释放掉自己的这种压力和风险。在清理的过程当中，那些拖着你、腐蚀你、消耗你的事情会被你们彻底的清理掉，彻底的离开你们的生活。这个时候你们的生活就会逐渐的恢复其原有的模样。我觉得在这100天的时间里边，你们可能都在某种极度的压抑和委屈当中啊，它代表的是一种内耗啊，但是你们会有一个彻底释放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没有办法逃离的。如果你们想要清理某种东西的话，你们必须要先体验它，因为只有当你们体验了之后，你们才能够彻底的放下。所以说你们会逐渐的找到一种方式去释放你们自己啊，它可能是听从自己内心的指引，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会找到一个出口吧，去释放自己的负面的能量和情绪。这个 lovers 呢，我觉得有2种解读啊。在100天之内的话，你们可能会和自己达成一种和解，就是你们内心当中缠绕着的2股截然相反的能量在不断的博弈和对抗。lovers 就是说这2股能量会融合成为一股新的能量，会形成一种新的自洽吧，就是不拧巴、不纠结、不内耗，本具自足。那么这个 lovers 的还有一个层面的解读，就是在100天之内的话，你们可能会脱单啊，解除单身的状态，会有一个人稳定的、持续的陪伴在你们的身边啊。lovers 我觉得它是你有点像是你们会和这个世界啊，因为某个人而重新建立起桥梁啊，连接沟通的桥梁。你们会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可能是这个人会带你们重新的回归到这个世界当中啊，重新走入到人群当中，重新感觉到自己被认可、被接纳、被支持、被某种善意的能量所包围。而圣杯侍卫呢，我觉得在100天里边，你们会通过主动的学习找到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或者说策略，并且去实现它，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你们在100天里边可能会去学习某种新的技能、新的乐器或者说新的语言，就是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找回自己的自信，可以释放你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你们会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啊，释放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它能够让你们感受到自己是在持续进步的。你们会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或者说人生的课题，因为你们终于有时间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所以说这100天它也是一个自我提升的100天啊，它会开启一个新的学习计划，主动的吸收信息，整合这些信息，并且学以致用。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输入的过程，它还有一个输出的过程。就你们先输入，然后整合这些信息，再输出，它是有一个这种完整的循环。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你们自身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啊。那么在这100天里边的话，你们会通过这种学习啊，似乎会达到某种境界的门槛，找到了一个支点或者说发力点，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里面。这意味的是你们自我掌握的这个技能会有一个升级。宝剑五的话，我觉得它是及时止损吧，尤其是这个断掉的剑，其实就代表的是某种东西它是不可以被修复的。我觉得你们要去斩钉截铁的去切断和某些人的联系吧。这张牌我看到的是一种坚定的决心啊，杀伐果断，毫不拖泥带水。它是一种切割，而且是一种非常无情的状态。这是你们的理智告诉你应该做了断的关系或者说事情啊，不要带一丝一毫的犹豫，因为你们很清楚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说这一次的你们不会再反复的纠结和徘徊了。所以我觉得它带来的是一种彻底的了结吧，彻底的结束。那么 Sanctuary 啊，这张牌我觉得可能100天这100天里边你们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难所吧。这个避难所可以是某个地方，或者说在你们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它能够让你们短暂的逃离这个世界啊，就是会找到一种方式去保护自己的能量。第2张牌 Courage 啊，你们会重新找回自己的某种勇气和力量吧。当然这种勇气它不是无畏恐惧啊，这种勇气它是你们心怀恐惧，但是仍然能够找到一种勇往直前的魄力。第3张牌是 partnership 啊，就是你们不会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100天以后的你们会重新找到和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可能还会主动的恢复和一些人的联系。它是一种从自我封闭的状态里边走出来，
因为你们猛然的发现啊，这个世界里边可能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你们去爱的，它仍然能够留住你们。所以说这组牌的话，它是一个你们会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啊，重新爱上这个世界的一个过程。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我觉得第三组牌首先抽到的这个高塔牌呢，100天以后的你们应该是，我觉得它是能够摧枯拉朽般的解决或者说攻克某种巨大的困难或者说挑战的啊，因为高塔牌它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撕扯啊，有一种这样的一种剧烈的张力啊，即将要爆发的感觉啊，所以说接下来的100天，其实你们会有一个集中的爆发和突破啊，它是高歌猛进的100天，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全力以赴啊。这个高塔牌它是带着一种狠劲儿的，有一种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感觉啊，有一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场和魄力。能够让你们在绝境里撕开一条裂缝啊，打开人生新的可能性啊。而你们面前横亘着的那个巨大的苦难会被你们踩在脚下，这就是我对这张高塔牌的理解啊。它代表的是100天之内你们会经历某种蜕变，而且月亮牌的话，你们会被某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推着往前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着急啊，月亮牌这张牌它是在一个漫长的事物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微妙的变化，所以说这100天啊，它是一个先慢后快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因为自己急于求成而忽略了缓慢的力量。就任何事情，你们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想通理顺它，从长计议，你们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某种最优的路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100天里边呢，先慢后快，就是你们会找到一种缓慢的力量，因为有的时候急于求成，可能就会让你们忽略了这种缓慢它所具备的某种优势啊。那么这个隐士呢，其实它就是隐秘低调的做着某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你们的这种人生啊，人生的加速，它是在暗中加速的，它不是那种别人都能够看到你们的成长，其实是你们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在发生着某种变化。你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或者想法，但是你们没有把它说出来，你们是在悄悄的执行着它的。所以隐士牌它就是在积蓄着某种力量，在这100天里边，可能在这个100天的中段或者说后半段啊，它会有一种突变，可能在前50天都是在很佛系的韬光养晦的感觉，可能会做大量的准备和铺垫，你们会在某个时刻把这种能量释放出来。我觉得它是一个摒除杂念的过程啊，它是一个屏蔽噪音的过程。而且呢，这个宝剑9啊，你们同样也会经历一些挣扎、纠结和对抗的过程吧。可能这100天里边，你们的人生会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啊，你们是要选择一个方向的，或者说你们要对抗自己内心当中的某种欲望，它是一个大欲望战胜小欲望的过程啊，会通过你们的这种自我意志和自律去做那些虽然看起来很难，但是你们知道它是正确的事情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是会有纠结的，因为你们有一条更容易的道路可以选择，但是你们知道那条道路它不适合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需要去克制自身的欲望，甚至还要去戒除对于某样东西的依赖啊。所以说这张宝剑9，我觉得可能是在接下来的100天，你们会找到一种方式去驯服自己的欲望，更好的管理自己。而圣杯王牌呢，我觉得它是你们会完成一种从重到轻的转变啊。这种重和到轻，我觉得是心理层面的啊，就是举重若轻，举轻若重。圣杯它强调的是一种感受啊，它强调的是一种流动的能量，就是当你们沉下心来去感受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变得轻盈。如果你们过度的思索，那么你们就会变得沉重。所以说在这100天里边，你们会更加注重自身的感受和体验啊，这种感受和体验能够让你们的能量流动起来，能够带给你们更多的美好。放下沉重的思绪，切换成一种心灵模式，
让心灵，让你们内在的感受指引你们的生活。当你们开始真正的让你们的心灵指引你们行动的时候，你们精神的维度将会被大大的扩展。它是收缩和狭隘的反面，会让你们整个人的灵魂舒展开来，变得广阔且深远。就是当你们让自己的感受指引行动的时候，它会让你们抛弃一切强迫的、刻意的、僵硬的、不舒展的、不自然的念头。这个时候就会释放出一种生命深处的纯真和纯粹。那么权杖王牌啊，就是在100天里边，你们会迎来一次重生啊，就是有一种破壳重生的喜悦。在这100天里边，你们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带着某种力量啊，重新回归的感觉啊，就是命运会给你们的人生重新洗牌。在这100天里边，可能还会经历一个生命的觉醒和开悟吧，重新拥有一颗自由的、充满喜悦的、充满爱的心。它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觉醒啊，就身心灵会释放，可能会选择一条新的道路，人生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在你们觉醒之后啊，你们会发现你们之前拼尽全力都无法得到的东西，在这个阶段里边反而是可以信手拈来的，可以轻而易举的拥有它，驾驭它。那么这个 nature 呢，就是100天以后的你们其实是非常松弛且自然的，它是一种放下了控制欲和执念之后呈现出来的从容，会显化出更好的体态和气质，更有自信，有一种内在非常坚固的能量。而且还会，你们可能还会接触到大自然的能量吧，会接触到那些自然的东西带给你们的一种松弛感。你们会意识到一个道理吧，就是凡是你们抗拒的，它往往都会持续存在；凡是你们接纳并深刻体验的，都会成为你们内在的喜悦。那么第2张牌 Adventure 啊，人生是一场伟大的冒险啊，可能我觉得100天以后的你们会开启一个全新的冒险。可能还会主动的去改变自己的身份，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说能够自由弹性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啊。可能在100天之内，你们会打定主意做一件有点冒险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会做一个风险的隔离，在合理的规划之后，能够用杠杆撬动一个非常大的收益。那么第3张牌 Gentleness 啊，我觉得它是一种温柔吧，对自己温柔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啊。这种温柔它更是一种内在强大的体现，因为这种温柔能够让你们更敏锐的觉察到自己的感受，从而让自己的情绪不会失控。其实真正温柔的人，他往往更有能力解决困境，所以说你们要努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这种温柔其实也是一种内在的强大，而且我觉得这种温柔其实也是在这100天里边的话，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原谅自己，原谅过去的自己并不完美，原谅过去的自己会犯一些错误。但是你们要清楚啊，在过去的那个时刻，你们之所以会犯那个错误，其实你们已经在当下的那个瞬间做到了你们能做的最好的决定和判断。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我觉得是过分苛责自己的啊，会下意识的把事情的失败和我是失败的人这2个概念混淆在一起，从而陷入对自我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当中啊。所以说你们要有一种课题分离的意识吧，就不要再苛责自己，要选择原谅自己，并从中获得成长。因为你们要明白，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来帮助你们成长的。所以我觉得这100天里边，你们会重新找到一种乐观的信念吧，重新找到一种对生命本身无条件的信任和相信那个有无限可能性的勇气。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